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陈都灵杀疯了，一件淡绿纱裙戳破内娱审美泡沫，这才是东方美人。有些写真一出来，大家不是在看裙子，是在看一种久违的审美回魂。陈都灵这组淡绿纱裙照片，说句实在的，真把清冷白月光4个字重新焊死在热搜上了。现在内娱女明星拍写真，很多都爱走一个路数，不是使劲堆珠宝，就是拼命上浓妆，再不然就是礼服开口一路开到嗓子眼，生怕观众看不见我很贵我很艳。可陈都灵这套不一样，她偏偏反着来。浅薄荷绿系吊带长裙，颜色淡的像清晨玻璃杯里泡开的第一片薄荷叶，安安静静，没什么攻击性。结果镜头一打上去，嚯，整个人像自带柔光滤镜似的，倍儿灵。我个人认为，这套造型最狠的地方，不是贵，也不是仙，而是克制。上半身那些手工缝制的细碎银闪钻，没有往土豪风那条沟里滑，反而像夜里湖面上浮的一层碎光，走动的时候若隐若现，您盯着看2眼，才发现细节全在里头。现在很多造型书就输在太着急，恨不得把所有亮点一股脑糊你脸上。陈都灵这身倒好，像个会拿捏分寸的人，不吵不闹，也不硬拽着你夸，结果你反倒忘不了。裙摆那层层叠叠的轻盈网纱也挺有意思，它不是那种一看就我要当公主的浮夸捧法，而是软软垂下来，把身形线条包得很温柔。宽松长款版型一上身，棱角感被弱化了，人也像被雾气轻轻裹住。陈都灵本身骨香就偏清冷，脸小，五官干净，没什么凌厉攻击感。这种衣服等于是在替她说话，把她身上那股疏离又温婉的劲儿全拖出来了。背景搭的也聪明，淡青色墙面加垂坠的白色大纸花，素得很，简得很，像老式画报里会出现的干净布景，没有乱七八糟的金属架子，没有硬凹高级感的黑白几何，也没有那种看一眼就觉得摄影师使大劲了的复杂概念。就这么一铺开，整套图的呼吸感出来了。说白了，真正的氛围感从来不是堆料堆出来的，是留白留出来的。再看配饰，细款翡翠锁骨链，极简小金耳饰，点到为止。这个分寸感我得夸一句，靠谱。翡翠这玩意儿，用不好容易显年龄，用太多又容易有种年会抽奖主持人的即视感。可他这回就细细一条，挂在锁骨那儿，不抢戏，反而把东方气质勾出来了。您说妙不妙？淡绿裙子配一点翡翠，不张扬，反而贵气顺着骨头缝往外冒。我就纳闷了，为什么陈都灵每次这种浅色系、极简系造型都特别容易出圈？后来一想，也不复杂，就是她脸和衣服没打架。内娱不少造型翻车，问题就出在人设和服装互相拆台。有的人明明是浓颜系，偏穿一身寡淡仙女裙，像把辣椒油倒进银耳羹里，哪哪都别扭。有的人本来是酷飒路线，硬被塞进温柔白月光模板，观众一看就出戏。陈都灵不一样，她的淡颜感、清冷感，本来就是老天爷给饭碗。这套纱裙等于把饭热了热，端上桌，香味儿自然就出来了。说到陈都灵，很多人对她最早的印象还是左耳里的小耳朵。那时候她一出场，清纯校花4个字跟常在她身上似的，不费力，也不油腻。后来内娱流行淡浓妆、强气场、姐敢横扫的时候，她也没硬往那个方向拧。这个其实挺难得。很多演员最怕被说单一，就拼命给自己加料，恨不得今天是御姐，明天是辣妹，后天再当赛博甜心，忙得跟赶庙会似的。陈都灵反而稳，她知道自己最有辨识度的东西在哪儿，
也知道什么叫顺势而为。您再看他后来的古装角色，《长月烬明》里的叶冰上莲花楼里的乔婉冕，为什么老有人说他古装封神？不是单靠脸，是他身上真有那种旧时美人的味儿。不是热烈张扬那一挂，而是带点书卷气，也带点距离感，像窗边一盏没吹灭的灯。你知道他在那儿，也知道他不属于喧闹人群。这个气质放到现代写真里，就成了氛围感杀手锏。圈里美人很多，能把蛋做成标签的真不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套图能火，也不是单纯因为陈都灵长得好，长得好看的人多了去了。为什么偏偏他这组能戳中一大片人的审美？因为这几年大家真被花里胡哨折腾累了，打开手机一刷，满屏不是高饱和色彩，就是过量修图，不是对脸输出，就是刻意制造某种性张力，看久了眼睛都皮。结果陈都灵这套一出来，像在闹市胡同里忽然吹来一阵凉风，干净、安静、不吵，观众一下就缓过神来了。原来美也可以不靠喊麦，而且这种穿搭思路真有借鉴意义，不是说普通人穿上就能秒变女明星的了吧？没必要自欺欺人。可他这套的精髓，咱普通人完全能学。颜色选柔和浅色，别老铺大红大紫，材质选轻盈一点的纱感、垂感，配饰别一股脑往身上挂，抓一两个精致点的小物件就行，妆面也别太重，留点皮肤呼吸感，整个人立马显贵不少。尤其是日常晚宴、朋友婚礼、小型礼服场合，这套思路特别稳，不容易翻车。我觉得吧，真正高级的穿搭，从来不是把贵穿出来，而是把人穿出来。陈都灵这组造型厉害就厉害在，她没让观众只记住裙子，也没让人只盯着珠钻有多闪，而是让大家记住一种气质完成度。衣服服务人，人也撑起衣服，这才叫双向奔赴。否则再昂贵的高定，穿在不对的人身上，也照样像临时借来的戏服，空，特空。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，陈都灵私下穿搭本来就偏爱简约浅色系，很少用夸张配饰轰炸视线，这种统一感其实很重要。很多明星营业时一套，私下又完全另一套，反差太大，观众难免觉得演的成分多。他给人的感觉反倒是稳定，镜头里镜头外那股温婉淡然的气质，大差不差。说白了，审美这东西最怕装，装久了闭路线。陈都灵这条线走得顺，就是因为她没硬演，她本来就这样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觉得这种淡颜风看多了容易审美疲劳，我能理解，口味这玩意儿本来就萝卜青菜。可问题是，陈都灵这种越简单越惊艳的路子，在当下确实稀缺。尤其是在一个恨不得把每个人都修成复制粘贴模板的环境里，他保留了一点属于自己的冷感和静气。这个东西您别小看，太难了，不是谁把妆卸淡点，裙子穿素点就能有这股味儿。所以这套淡绿碎钻纱裙写真能爆，不只是因为美，而是它让很多人又想起了那个被内娱折腾丢了的词清雅。不是寡淡，不是无聊，是有分寸，有留白，有余韵。陈都灵这回等于没费什么蛮劲，就把现实版清冷书香白月光给做实了。您要问我还想看她穿什么，我倒盼着她多拍点这种东方感、低饱和、轻礼服路线，老老实实美就行，别被那些用力过猛的潮流带跑偏了。至于他哪部作品最让我有记忆点，我还是会想到左耳的小耳朵，也会想起古装里的那股清冷劲儿。嗨，长得好看的人不少，能把安静也穿出声响的，陈都灵算一个。